你是不是还在用赠送颜料做食塑粘土？你有没有粘土上颜料时遇到刷色不均匀、颜料调不准的情况？之前发起的投票看起来上色方面大家有很多困惑，先别着急垂头丧气，看完这个视频让你轻松玩转食塑粘土丙烯上色，带你学会怎么拥有光滑的颜色面，画出极细的线条，并且上色色彩复刻准确。下面开始这次的教程吧。首先，一个光滑的颜色面的基础是光滑的白膜，这个之前有出过教程，还没学过的宝贝一定要去看一下。接下来就是颜料的选择，这是我先入手的颜料，看过我之前教程的应该知道，我用的肤色颜料是温莎牛顿画廊丙烯，这款就是画廊丙烯的小时量版本。这个大的是60毫升，这套是美支20毫升，你们买颜料的话也一样，只需要买10色或者12色就够了，不需要太多，之后有需要画特殊的颜色再另外买。我最先买的是普通的12色温莎牛顿，这款比较适合新手，颜色也不错，价格会比我新买的便宜一半，如果之后进阶可以考虑换更好的颜料。当然，应该有人说过新手可以买3原色和黑白来省钱，我的意见是不建议新手这么做，尤其不是美术生，并且对调色方面有很大问题的新手。3原色去调色需要具备调色知识，直接买套装更好入门。我们调色首先要对颜料有初步的认识，首先处理颜色覆盖率的问题。来看这个太白大罐颜料，它的透明度标识是10色，说明颜料覆盖率最强，白色加任何颜色都会有覆盖率。有款白色叫新白，我没有买，它的标识是半透明，不适合做食塑粘土，注意不要买错了。按照这个方法把手上拥有的颜料认识一遍，知道它涂颜色是不透明的还是半透明和透明。这两个黄色看起来只有轻微的色差，但实际上一只是半透明，一只是全透明。这两只红色也一样，一个半透明，一个全透明。认识这些颜料覆盖率的目的是，如果你上颜色是这些颜料可以直接用，但是恰好颜料本身是透明的，就会导致你上多层颜料才会显色，或者压根不上色的情况。处理这种问题的方法就是去调配覆盖率高的颜色。我们来做一点调色之前的准备，掏出丙烯调和液，这个随便买的，如果有条件可以买和自己丙烯一个牌子的效果更好。可以看出这个消耗很大，已经用的快见底了。不过这个东西本身也不贵，拿出做流麻的注射瓶，把丙烯调和液灌进去备用。拧紧瓶盖，这个东西也会挥发的，而且干了之后还会形成保护膜，所以注射瓶上的针管不能用，干了就会堵住，用2次就报废了。所以我一般不盖针孔，干了就把那层膜扣下来继续用。老师有宝子问我水能不能代替调和液，我只能说可以，但是还是尽量别，它干了之后是会形成胶状体的，和丙烯稀释融合会更好，上色也会更丝滑，这也是水不能替代的。调和液准备好之后，找点垃圾充当调色搅拌笔，这里我看上了送的颜料套装里面的笔，把它掏出来，这个套装就可以丢进垃圾桶了。在正式上手调色之前，我们来认识一下颜色的基本常识。找一个 APP， 打开这个色轮，可以看到先找出三原色的位置，红色、蓝色还有黄色这算是基础色。基本上调出别的颜色都要以这3个颜色为基础去调。首先我们来调一个紫色选取它，可以看到这个紫色是在红色和蓝色的色轮之间的，那这个橙色也就是在红色跟黄色之间的，绿色就是黄色和蓝色之间。就由这个色轮可以得出，如果你想调一个颜色，就把它两边的颜色混合在一起，就基本上是可以调出这个颜色的。我们现在拉的这个拉杆是 S 拉杆，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慢慢的减淡的，可以看右上角慢慢减淡。
下面一个拉杆就是加黑色，颜色是慢慢变深。所以说，如果你们要调深一点的颜色或者淡一点的颜色，就按照加白色和加黑色来调配。如果这个颜色白色和黑色都加的话，这个颜色就会变得有点灰调，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莫兰迪色。这个颜色在我们做手塑粘土的时候也比较常用，但是可能会比较难调配。要根据拉杆的这个尺度来进行调配颜色。这里分享一个笨一点的办法，就是你把想要做的这个图片导到这个绘画 APP 里，然后用吸管这个吸色来吸取这个颜色。这里我们先选一下这个黄色，打开这个颜色的色轮，可以看到这个黄色是整体基调在红色跟黄色之间下的橙色。你看它的拉到最右上角，它是橙色。往下滑就是加黑色，明度会变低。往左滑就是颜色加白色，明度是高一点的。也就是说，要调出这个黄色，就是要在调出橙色的基础上再加一点白色。同样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粉红色。这个粉色是在红色的基础上，也是偏白色的。这个基调是大红色。调出这个颜色也是需要加白色和少量的灰色。同样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耳朵的蓝色。吸取这个颜色，点开色轮，把这个颜色往右上角拉，可以看到这个基色是宝蓝色，然后它选取的这个蓝色的位置又在左上角这一块去，也就是说调出这个蓝色就需要加白色和灰色去调配出吸取的这个颜色的蓝色。了解了颜色基础知识，下面我来教如何调和顺滑的颜色。挤出一点颜料，再加点调和液在边上。这里要注意的是，新手不要直接把调和液直接挤在颜料上，不然不好掌握调和液的量。掏出垃圾笔，这里不要用刷色的笔，调色过程中大量颜料会进入笔的缝隙，很不好清洗，时间久了笔就会炸毛，所以还是用专门的笔来调色。少量多次加调和液调色。新手可以准备一个废弃的粘土片，如果颜色稀稠掌握不好，可以调一会涂色一下看看顺滑度。这里我涂了一下还没有调配完成的颜色，以便与调完的颜料进行对比。继续加调和液进行调色，新手要注意看颜料的稀稠程度，像这种质感就说明上颜色会很顺滑了。掏出上色笔，粘颜料在刚刚的粘土上色，可以看到涂色时候基本没有笔痕迹，颜色也会比没有进行认真稀释的丙烯颜色浅且均匀。再看一下颜料的状态，熟能生巧，大家都是几次就能掌握这个度了。换一个颜色看一下颜料状态，这两个颜色都是一个没有充分稀释，一个稀释均匀了。稀释均匀的颜料涂颜色就很顺手丝滑，两边颜色后就会均匀，也不会厚重掉皮。演示一下怎么勾线，先取深色颜料，用调色笔加调和液进行稀释，再拿出极细的拉线笔，用前端沾颜料，注意一定不要让极细的笔根部弄上颜料。
如果极细的笔用久了分叉，可以在洗干净笔后不要擦干，再加热杯垫或者纸板架上烫一下，就会复原。当然这样不是长久之计，正确用笔还是要养成多洗笔的习惯。这个是群友给我发的图，他的问题就在，上完颜色后，有一块颜料竟然掉下来了。像这个情况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土的问题，要么是土它没有彻底的干透，还有一种就是土的质量不是很好，它颜色上去以后就容易掉皮。第二种情况就是颜料的问题，一是用的是不是牌子的颜料丙烯，或者用的不是丙烯颜料，要么就是用的是丙烯颜料，但是它涂的太厚了，涂的太厚的话也会导致掉皮。关于翻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上亮油的问题。有的人跟我说，为什么上了亮油以后颜色会糊在一块儿？这也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用的颜料可能不是丙烯，或者是你用了油性笔去勾线。因为我之前用过油性笔去勾那个食塑粘土的线，但是它上了亮油以后，它会糊掉。还有一个就是，不管什么颜料上了以后，都要等干透了才能上亮油。第二种情况就是你上亮油的时候，就比如说你照美甲封层，美甲封层你在粘土表面停留的时间太久，如果你用的不是丙烯或者是不是别的防水颜料的话，可能美甲封层里面也是有水分的嘛，你如果不及时照干的话，它的水分就会随着时间渗透到你的土和颜料里面，就会导致糊色或者颜料掉皮。所以我一般上色的习惯就是把食塑粘土边角和表面后面都会涂上丙烯，涂满，不会留出一点点土的本来的原色。这样的话就不会给那些水分跑到土里面。最后就是说一下上亮油的问题。现在亮油一般就是两种吧，一个是涂那个帕蒂格的亮油，还有一种是照灯的美甲封层。首先，涂帕蒂格红瓶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涂，不要一次性涂太多。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涂太多它糊不开。第二就是它干的特别慢，可能你过了大概几个小时过后，你觉得它干了，可是它里面没干，你一摸它就软了。第二就是涂美甲封层的时候，不要用那种小的手电筒照，那个照不干，一定要买大一点的照灯照。还有就是买美甲封层的时候，要买稍微好一点的，就是人家美甲店里面用的那种封层。美甲用的封层会比一般差一点的要好，因为里面含甲醛会少一点。不过再好的胶它也会有一点点甲醛，所以你们照灯的时候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下用。